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周末快乐！今天我们要横跨亚欧非，从佛经、吠陀经和圣经中给大家解答一个硬核秘密——远古蜥蜴人的终极秘密。故事要从印度西南部的克拉拉邦开始。这里古老的寺庙从新石器时代就流传着一个奇异的舞蹈，叫做 Theya。跳这种舞蹈，舞者要在神圣的日子里画上红面獠牙的妆容，再穿上火红的盛装，伴随咚咚的鼓声，不停地在火焰中穿梭。他头饰上2个银白色的圆圈，仿佛是某种怪兽的眼睛，在黑暗的夜里发出让人胆战心惊的幽光。这个来自远古的 Theya 舞蹈到底是什么意思？当地人都已经忘记了，只是说这是远古祖先流传下来的向神祈福的仪式。有一些模糊的传说，说是在远古这里有一片黑色森林，任何人都不准进去，进去的人都会死。当地有一个非常有灵性的祭司，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胸中燃起的火一般的烦躁怎么睡也睡不着。于是他一个人就走到了黑色森林的边缘。突然，他仿佛听到有声音在他耳边窃窃私语：“来吧，来吧。”于是，这个大祭司就恍恍惚惚地就走进了这片森林。渐渐的，他听见森林中有咚咚的鼓声传来，还有火光。突然，有一个红色的神灵唰的一下从火中冲出，跳到他面前，说道：“加入我们吧。”这时候，这个男人已经无法说出话来，但是他的手脚却不由自主地伴随这个神秘的鼓声和红色的神灵开始跳起了神秘的舞蹈。来自远古人类祖先的记忆都保存在这些神秘的舞蹈里。那问题来了，这个红色的神灵到底是谁？印度克拉拉邦这个地理位置比较奇特，它的南部是一片大海，东边是斯里兰卡。我们在失落的龙族帝国这一集中讲到，古印度有一系列吠陀往事书，叫做 Skanda Purana， 意思是远古的记载。这里记录了在印度南部的海域曾经有一片失落的大陆，叫做库玛利坎达姆，上面曾经有8个国家，这个8个国家的国王被称作纳嘎林扎，纳迦王。他们互相征战，后来这片大陆发生了灾难，就沉没到海里，只剩下一座高山，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在古代被称作兰卡兰加，也叫做狮子国。玄奘描写这一带为岩谷幽峻，神鬼游舍。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也记载，这里住的都不是人类，而是一群龙族和夜叉、神鬼之类的，人类不可进入。佛教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乘入楞伽经》开头就写道：世尊释迦牟尼进入那迦的海底龙宫，给龙王讲法7天，出来之后，梵天、地势、护法、天龙就出现在天空中迎接世尊，把他带上了斯里兰卡的最高峰斯里帕达，意思是神圣足迹，也叫亚当之峰。斯里帕达有一个神奇景观，就是在太阳照射之下就会出现金字塔的影子非常神奇。世尊就在山顶上传授楞伽经，告诉这些鬼神你们这些龙族夜叉们，你们不要再打打杀杀了，要清净心，要锻炼你们的阿赖耶识，跳出6道轮回等等之类的。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集，后面还讲了龙族大战的故事，非常精彩。所以从远古吠陀经、佛经中的记载来看，印度 Theya 舞者的样子就是那迦龙王的样子，长长的颅骨，宽宽的嘴巴，还有一个巨大的眼睛。各位天才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周围时刻可能会有一只神秘的眼睛在暗中偷偷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你在网络中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别人记录下来？难道他们就是要奴役我们人类的龙族蜥蜴人？不要担心，我们的保护神 Surfshark VPN 来了。Surfshark VPN 是总部设在荷兰的全球网络安全专家，它有超高加密算法，只要我们在手机和电脑中打开 Surfshark VPN， 就可以全天候阻止邪恶势力使用网络跟踪器、恶意软体和钓鱼网站来偷取我们的隐私，甚至是银行账户密码。另外 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有超过3200台伺服器可以选择，解锁当地的网飞和 YouTube 等串流平台的专属电影和音乐。团长推荐 Surfshark One 套餐，使用优线天餐团专享优惠码尼克拉斯杨就可以打到骨折，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价格，还额外赠送3个月使用时间。
如果你只想尝试一下，也不用担心 Surfshark VPN 支持30天免费退款，一定要点击留言区的链接才可以享受哦。好了，要破解远古龙族的秘密，我们就必须去一下真龙天子的地盘紫禁城。1772年，清帝乾隆下诏编纂《四库全书》，一共7933卷，接近10亿字，其中就收藏了康熙年间一位叫做闵其吉的博士撰写的古文字总结《六书通》。当时闵其吉发现出土的远古龟甲、陶器、金器、石刻上的远古文字都非常有意思，就把它们全部抄写了下来，其中就详细记录了龙字的变化。大家看，《六书通记》记载的远古甲骨文的龙字，它们都有尖尖的牙齿、弯弯的尾巴，它们的头上都还有高高的犄角，好似王冠一样。这是龙族的侧面像。有趣的是，这里还记载了远古人类画的龙族正面像。看，有一个3只手指的龙族人，好像正在向我们慢慢走过来。当他慢慢接近我们的时候，它们出现了好似蟒蛇一般的三角形脑袋，上面还有2只巨大的眼睛。后来，闵其吉在古代青铜器中发现，龙族好似开始进化了。首先出现了2个并排的龙，看起来是一个一男一女，它们好似开始长出腿来。然后又出现3个主体的龙族，左边的女性龙族和中间的大头龙，它们好像创造出一个戴着王冠的人类，又或者是他们选出了一个人类，让他成为人族的王。再到最后，龙族就变成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样子，左右2条龙。大家看这个字的样子，是不是就和上世纪在新疆出土的女娲伏羲图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女娲是一条人首蛇身的女神，古代圣女，化万物者也。在乾隆的《四库全书》中就记载，女娲的娲在远古的发音应该叫做女瓜。大家看一下乖的甲骨文，这不就是一个长着长角的龙，左右还有2个翅膀，所以女娲很可能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龙族。Blessed Mother, save us.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它可能解释了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还有《十轮金刚经》中记载的双修大法等等非常不符合人类常理的事情。我在后面会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点阅订赞，冲破20万，团长会告诉大家更多劲爆的秘密。要完全解密纳迦龙族蜥蜴人的秘密，团长必须带各位天才去一趟人类的起源地非洲。去非洲探险一定要先去西非，这里是除了金字塔之外，非洲神秘指数最高的地方。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西非都是地球上黄金产量最大的矿区之一，尤其是马里和加纳的2大矿区，黄金产量在世界都名列前茅。苏美尔神话中，阿努纳奇从尼比鲁星来地球挖金子的故事，很可能就发生在这里。我在破解三星堆的秘密中讲到，自称来自天狼星的多贡人，他们就住在马里共和国。马里南边的加纳被称作黄金海岸，这里住着一群更加神秘的种族，叫做阿肯人。阿肯人他们有一个来自远古的习俗，他们会用木桶雕刻出来的甲骨文的符号，然后印染到他们的陶器、家具还有布上。在古代，印有这些神圣符号的布，只有阿肯的贵族和大祭司在极其神圣的场合才能穿。在这些符号中，大家看，有一只发光的眼睛，被称作 Abode Satan， 撒旦的居所，神住的地方。推测古埃及的荷鲁斯之眼、光明会的 Illuminati 的权势之眼，都来自非洲的这个古老的符号。等等，撒旦的住所，撒旦怎么和圣经中的撒旦的发音这么相似？在圣经创世纪中，撒旦就是一只有手有脚的龙，被称作伊甸园里最聪明的生物。难道这阿波的撒旦这只眼睛和邪恶的撒旦有关？
现在有一种阴谋论，就是说光明会是一个龙族蜥蜴人控制的非常邪恶的秘密组织。最近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充满了无止境的仇恨和战争，这些都是光明会在暗中操作。他们在人类各国中选取代理人，挑拨离间，最终达到控制全世界的目的。这个是英国作家大卫·艾克提出的观点。他还根据数学和几何学研究了月球体积、位置，发现月球的数据中有很多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月球是一个被超级先进的种族掏空的星球，被称为 Moon Matrix 月球矩阵。就像《骇客帝国》一样，月球就是一个来自宇宙中的信号广播放大器。它通过某种频率把蜥蜴人创造出来的假象，通过一种电波传送至人类的大脑中。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不是现实，这样人类就会被陷入一种蜂巢意识，就是人类不由自主地形成同一种情绪、同一种观点、同一种思想，这样蜥蜴人就可以更好地控制人类。以前大家觉得戴维·埃克可能是个疯子，胡言乱语，但是现在你仔细想一下，他说的好似还挺对的。为什么之前说的世尊释迦牟尼去斯里兰卡，在上面捡楞伽经，其中就不断强调意识是唯一的现实，世界上一切的所有事物都是新的显现。不管是龙王、夜叉还是人类，都要不断修炼自己的意识，最终穿越8识，到达阿赖耶识。很有可能，当意识达到阿赖耶识的时候，人类就可以突破宇宙矩阵的影响，看清宇宙万物之本，含藏一切，就和《骇客帝国》里的救世主尼欧一样。当看透一切之后，就可以穿梭于维度之中，红化飞走。有空大家一定要看看一下这一集《统治地球的秘密》，看完之后你就不会陷入蜂巢意识，成为我们优秀天才团的一员。接着给大家讲一个更震惊的，加纳阿肯人的远古符号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被称作 G-Nyami， 意思是至高无上的神。大家看，这不就是一个龙的样子吗？左边是嘴，右边是尾巴，中间是手脚和躯干。这个符号可以代表整个非洲的信仰，就连加纳最高面值200元的钞票中都是这个标志。这龙族蜥蜴人真的是远古人类的神吗？他们是不是就像传说中的一样，通过和人类的混血生出伟人，成为人类的王族，最终达到控制人类的目的？根据《史记·丰县志》和《徐州府志》中记载，公元前256年，有一对夫妇在江苏丰县白帝河边散步，突然天空电闪雷鸣，好像要下大雨了。这对夫妇就赶紧跑到桥下躲雨。这时候，渐渐的，他们发现从河边飘来了一团白色的雾气，慢慢的把他们给包围住了。这时，这对夫妇就感觉到非常乏困，于是两人就倒在桥下的斜坡上睡着了。这时候，突然天空响起了一个炸雷，丈夫一下惊醒，他抬头一看，有一条蛟龙出现在他妻子身上。其先刘媪常息大泽之碑，梦于神域，是时雷电晦明，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遗而有身，遂产高祖。10个月之后，这位刘氏女子就产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汉高祖刘邦。刘邦长得也不是人类的样子，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就记载，高祖为人，龙准而龙颜，美虚然，左骨有72黑子。有人说刘邦左腿上的黑点是皮肤病，这其实是西藏本教中记载的斑龙鳞、斑点龙，我会在后面给大家解释。唐代开元年间，有一位著名学者叫做张守节，他给《史记》做了详细的注解，叫做《史记正义》。其中张守节就补充了刘邦的诡异长相：帝刘季口角带胜，斗胸龟背，龙骨，长7尺8寸。刘邦胸部骨头凸起，背部弓起来像这个乌龟的壳一样弯弯的，身高2.4米，比姚明都高。最奇怪的就是帝刘季口角带胜，胜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就是犬高臭也，像狗屎一样臭。有一种鸟就叫做带胜，又名棺材鸟。带胜的腺体可以分泌出一种黑色的油状物质，发出腐烂的臭味，特别难闻。这种鸟在犹太教中被称为不洁之鸟。不过诡异的是，它又是以色列的国鸟，不知道怎么搞的。
所以刘邦口角带胜的意思就是刘邦口角会流出黑色的膏状物质，散发出一种腐尸的臭味。异象啊，这不是人类，刘邦是人类和龙族的混血。龙族和人类的混血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这个字就叫做袭。袭上龙下衣，意思就是穿上龙族的衣服，皇族世袭，继承传统的意思。大家看一下甲骨文中的袭字是什么样子？这是外星人吗？长长的头骨，巨大的眼睛，他们的头上还有突出的犄角，手脚上还长出锋利的爪子。他们会不会就是第一代有尾巴的龙族降落地球之后和人类生出的第二代混血蜥蜴人？这可能并不是猜测。跟着团长，现在我们就坐飞机来到非洲最西边的塞拉利昂，塞拉利昂狮子山共和国。上世纪90年代，塞拉利昂出现叛乱，战火迅速烧遍了整个国家。叛军为了筹集资金，就把手无寸铁的村民抓了起来，拉到矿区中当苦力，让他们挖钻石。这种钻石就叫做血钻。里奥纳多演的电影《血钻》就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拍的，非常震撼，建议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些叛军控制的矿区中，村民们挖着挖着，突然他们发现土里埋藏了很多石像，这些石像大约都是10到20厘米左右长，但是这些石像根本都不是人类的样子，它们被称作 Normally。 大家看一下，这些石像好像有小灰人一样巨大的眼睛，有的头骨非常长，好似一种外星头盔，有的皮肤上还有蜥蜴一样的鳞片。更诡异的是，在埋藏这些雕像的地方，村民们还挖出了非常多的蓝色石头，被称作 Pitoni Skystone 天界石。根据当地传说，在上古时期，第一批乘坐金色飞船来到地球的种族就叫做 Normally。当他们冲破天际的时候，天空中也破了一个洞，掉下来很多蓝色的石头，好像女娲补天的故事。1900年，地质考古学家 Pitoni 把天界石送到罗马、德国和东京的实验室进行分析。等到报告出来的时候，科学家都震惊了。根据检测报告，这些石头有2800万年的历史，它们的质量非常轻，轻到好像塑料泡沫一样。这里面的成分23%是由碳、石灰、硅和很多其他无法分辨的微量元素组成，另外77%的成分是氧气。结论就是，皮托尼天界石的化学成分和目前发现的地球或太空已知的任何物质都不同，很有可能这是一种高智慧生命制造的人工产品。难道这是龙族蜥蜴人太空飞船脱落的碎片？现在我们必须去一趟南非，去寻找保存远古神域的大法师，来破解这一切的秘密。在南非有一个部落叫做祖鲁，祖鲁的意思是 The Heaven 天界。祖鲁人认为他们是来自天界的种族。祖鲁部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非常完善的神谕系统，法术仪式一套一套的。祖鲁部落中有2种大法师，一种叫做阴阳嘎，阴阳调理师。阴阳嘎会根据远古秘方配置一些药水用来治病，他们还会配置一些神秘的魔法药水，比如快点爱上我药水，或者是狮子勇气药水，还有什么通灵药水之类的。阴阳嘎配置的通灵药水可以给另外一个大法师用，叫做三公马。三公马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人类，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精神力和另外一个维度的神或者是祖先进行沟通，但他们要获得这种能力，就必须经历一系列旅程考验，叫做乌库斯瓦萨。经过这种考验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大法师。祖鲁部落中最著名的三公马就叫做 Credo Mutua， 他16岁就被拣选成为三公马，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忍受的旅程，最终获得秘传，成为一代大法师。穆托瓦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一坐下来就可以说6、7个小时。他的采访我都听了一遍，讲得非常流畅，没有任何逻辑漏洞，而且他讲的都是在吠陀经、佛经等等古籍中都是有记载的，听得我这个汗毛直竖啊。穆托瓦说，为了完成他必经的精神之旅，他曾经被老师派到非洲丛林的一处人类禁地，后来一阵迷雾飘过，他一下就晕倒了。
一醒来发现他自己躺在手术台上，然后就进来了一群有大眼睛的小灰人，在他身上取人体组织样本，让他非常痛苦。后来又来了一个非常高的蜥蜴人，他的鼻子就是2个窄窄的洞，2只眼睛中间还有另外1只眼睛。穆特瓦因为小黑人的手术弄得太痛苦了，就哀求道：求求你放了我吧。这只巨大的蜥蜴就俯身对着穆特瓦看，突然蜥蜴人的额头上的第3只眼睛一下睁开。穆特瓦说他自己突然就进入了一种幻视状态，眼前出现了一片世界末日的景象，破败的摩天大楼被无尽的洪水淹没，被泥浆浸泡的树木好似中毒了一样，全部枯萎死亡。后来穆特瓦一下就醒来了，发现自己就躺在丛林中，但是自己的裤子和鞋都没有了，于是他就用树叶遮挡的去找人类帮忙。他在路上遇到了很多人类商队，于是就赶紧找他们要一些水和衣服穿，但是他发现这些人怎么都躲着他，这是什么原因？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身上奇臭无比。后来他的老师就说，你经历了你应该经历的，现在我就把真正的秘密告诉你。最后穆特瓦总结说，龙族蜥蜴人的身上有一种非常腥臭的味道，就和刘邦的口角戴胜一样，有一种腐肉加金属的那种臭味。远古地球其实有20多种智慧生命，龙族蜥蜴人也根据形态的不同被分为3、6、9等，最低级的就是这种大头小灰人，他们的眼睛比较大，个子比较小。在苏美尔泥版 Enuma Elish 中就记载，阿努纳奇有一种低等的神叫做 Igigi， 专门从事苦力工作，在地球上做基地建设和挖金子。他们生活在地下，走出地面的时候会戴一种防护眼罩，阻挡强光。高等种族的蜥蜴人，他们的头上会长出皇冠一样的角，越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角就长得越长。在最高级的蜥蜴人中，额头中会长出第3只眼睛。这种蜥蜴人具有强大的精神力，他们可以通过第3只眼睛放出脑波，这样他们就可以变形，或者是用精神力来控制或者是杀死这些人。蜥蜴人的种族分类，大家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他们像不像一群蚂蚁？一个强大的蚁后控制几千万只兵蚁和工蚁的蚁群。在生物学中，蚁群分为蚁后、兵蚁、工蚁、雄蚁。这种是因为 DNA 的不同特征来分类，叫做 caste， 翻译到中文就叫做种姓。caste 就是种姓的英文。对，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就叫做 caste。难道种姓制度不是给人类的分类？陈胜吴广在反抗秦始皇的时候就大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侯将相还分什么种？大家不都是一样，都是人类吗？所以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其实并不是给人类设计的，因为只有蜂群和蚁群，它们是在 DNA 这个层面上是不同的，它们的生理特征导致了它们一辈子只能做蚁后、雄蚁、兵蚁、工蚁。蚁后一辈子也不可能去干工蚁的活，身体太大不方便，工蚁也不可能成为蚁后，工蚁是无法生育的。印度教的种姓制度就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祭祀贵族、商人、农民。在南传佛教有一个远古经文叫做《毗拉塔保护经》，这里面就记载，世尊释迦牟尼就说过，龙族分为4大种族：Virupakas、Ilapatas、Chabiputas、Kahagautamacas，对应呢就是印度的4大种姓。在西藏最古老的原始宗教本教中最重要的3大经典，大家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叫做10万白龙经、10万黑龙经和10万斑龙经。最高贵的龙族蜥蜴人全身就是白色，其次是黑色的武士龙，第3是有斑点的斑龙。刘邦腿上的72黑斑就是遗传斑龙的 DNA。第4种苦力龙就没有记载，因为人类不需要向苦力龙祈祷。这10万龙经中就讲的是龙族的历史，还有人类祭司如何向白龙、黑龙还有斑龙进行祈祷的经文。其中最重要的，它记录了龙族如何轮回涅槃解脱的秘密。注意是龙族，不是人类。这个经文全部都是藏文版，请大家多多点阅订赞，等我研究好了给大家讲。这集大家看过吗？西藏的第一个王赞普就是3只眼睛的红色龙族。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推测，就是密宗讲的红化双修大法可能就不是给人类设计的，人类的 DNA 可能是没有这个功能。大家看一下西藏欢喜佛的雕像，他们其实都不是人类，而是3只眼睛的明妃和赞普在一起交合的样子。明妃在梵语中叫做 Dakini， 汉译为空行母。在吠陀经古籍中记载，空行母是一种会飞吃人的妖魔，在甲骨文中就对应的是这个乖有翅膀的龙。根据祖鲁大法师穆图瓦透露的远古秘密，蜥蜴人贵族他们并没有文字，而是通过第3只眼睛的对视来传输记忆。在上一任蜥蜴王族快要不行的时候，蜥蜴人就会在他快断气的时候，用第3只眼睛使劲盯着他们看。这时他的眼睛会发出红光，这就可以读取快要死去的蜥蜴王族的记忆和经验，听起来就是一种轮回和转世的感觉。另外，蜥蜴人为什么要像欢喜佛那样抱在一起呢？这件事记录在最古老的佛经里《长阿含经》里。世尊对众比丘说，这世间有4种食物：团食、触食、念食、食食。团食就是用手抓的食物，念食、食食就是天人享用的精神力。其中最奇怪的就是触食，触食又叫做细滑食，就是男女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丝滑美妙不可言喻的感觉。世尊释迦牟尼解释说，何等众生触食，卵生众生触食。这是长阿含经中佛祖的原话，只有卵生的众生他们以触为食。世尊之前就在长阿含经中就记载，龙族就是卵生。所以西藏大欢喜佛就是具有3只眼睛的龙族贵族，他们在进行触食。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看一下以后就知道了。蚁群要生存，以后就必须不停地进行交配生子，这样才能维持整个族群的运作。从各个宗教经典总结来看，龙族蜥蜴人整体上都是邪恶的，他们经常吃人或者是奴役人类。只有一小部分龙族是善良的，他们就是女娲这种最古老的人身蛇尾的龙族。祖鲁人称其为我哇内，发音和女娲非常相似。这种龙族主要生活在海里，世尊释迦牟尼就经常去海里给龙族讲法，很多龙王也皈依了佛法，并且很多佛法古籍都保存在海底龙宫里。可能就是应了一句话，叫做仓廪实而知礼节，大海里吃的东西太多了，珍宝又多，所以也没必要上岸吃人类。但是在山里的龙族就非常凶恶。西藏神话很多都讲到了圣经创世纪和以诺书中提到的巨人毁灭人类的故事，以后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格萨尔王屠灭龙族的故事。这里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远古时代，每当人类在邪恶龙族的奴役下过着凄惨的生活的时候，就总会有另外一种神从光中出现，指引人类，说我才是你们的神。于是地球就会出现救世主耶稣、释迦牟尼、格萨尔王等等。这在危难的时候给人类带来希望的光中之神到底是谁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在漫画《龙珠》里有一个段子，就是孙悟空去天界要见神，结果当神出现的时候，孙悟空大吃一惊，怎么这个神就是邪恶的比克大魔王？而且这个神还咔嚓吐出了一个蛋，蛋里就是一条龙。难道鸟山明知道一些秘密？在此纪念给我童年带来无限欢乐的日本漫画大师鸟山明，谢谢你。如果哪位 YouTuber 想使用我的研究成果，我也非常欢迎，但是请在醒目的位置上标注感谢尼克拉斯杨，还有别忘购买超级感谢请团长喝咖啡哦。